二位菜齐了，谢谢。掌柜，我们先点菜，你们好鲨鱼备着。不用点，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，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，我那些最好的鲩鱼啊，都给你们备着呢。哟，掌柜的，哎，蒋长官来了，你们赶得早，约的7点，任之先生应该也快了。进去的。好。诸位，我来晚了，久等了。毛润之，你架子不小啊！再不来，那砧板上的鱼都快睡着了。先生，这位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。哦，自罚3杯啊！好。这位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。大江歌罢掉头东，粪土当年万户侯，重生唧唧不堪闻。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！恩来兄，今晚是恩来字泽东，润之可延年，群英荟萃，就你湘云会说。来，快坐。掌柜，上鱼多放辣椒。好嘞。早听闻湘人嗜辣如命，广府的柿子椒你肯定不过瘾。听说润之兄到广州，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，给你一解乡愁。哎呀，惭愧啊！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，哎呀，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，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，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喽。哪有？润之，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，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，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，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，你们的工作都不容易啊。要说不容易啊，广东区委上呈中共中央，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。延年书记，你才真是不容易啊！恩来说的没错，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，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，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。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，可确实无论哪块儿，我们的同志都是受人领导。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。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，如何去争，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。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，还在担心你。今天见到你，我就没有疑虑了。先生，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。短短半年，国民党4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1人。说是左右派之争，但好像又不止一次。军校里也是，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，动辄就恶语相向。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。湘云，你能做什么？军人嘛，无非练兵练枪。那就一门心思地练下去。待有一天，我们找到了答案，我们也做好了准备。
每一次，从不例外。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。一定保重。先生也保重。校长，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，与一位故知叙了叙旧。故旧不可忘，前路更可期。马上要东征了，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。明白。萧云，你现在在军中责任重大，以后有什么事啊，提前跟我说一声。哎呦，毛部长，您都到了。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？主要是啊，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做，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。我给您添点水。我自己来吧。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？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、日文词，哦，也得管管《广州民国日报》。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？今天几号来着？哟，巧了，今天发薪水，一会儿大家都会来。贺祥，哎，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。您说全国的？怎么了？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？全国的没有。那就先拿附近的，广西、福建、湖南的，也没有。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？还在整理。好，我自己去找。宣传部的资料室在哪儿？毛部长，从我入职以来，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。我那天这个酒啊，喝的真足。毛部长，哟，毛部长，您怎么都到了？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，您尝尝，看看喜不喜欢。陈秘书，哎，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，来到一个，签到一个，等人到齐了，开会。前不久，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，这正是我们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。具体的宣传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畅所欲言。没关系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说是反奉，其实还是直系打奉系嘛。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？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，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。事件复杂，就抓主要矛盾。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？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，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2个：反帝、反军阀。就算是有导向，这下笔
也很难呐。宣传是什么？就是对人讲话。只要弄清楚3个问题，就一点都不难。这第一点，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，想必大家都清楚，无需我赘述。第二点，对谁说？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，还是没有想透彻。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。一跃零省，恍如一国，使用钞票，非约贴水，则约不用。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，可写得云山雾绕的。还有文艺副刊，火里青莲，同命鸟，一间红泪胜完蓝。就这些字，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？毛部长，这国民识字率的确是低，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，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？诸位可统计过，读书人在全国的占比有多少？若读者仅限于此，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，写漂亮文章，相互欣赏，岂不是更好？何须宣传部存在？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，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，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。我们的宣传就是种子，民众是土地。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，在他们中间生根、开花。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，却是诸位需要例行解决的问题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3点，到底怎么说？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儿，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。错，只有官气才是低级趣味，摆资格、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。谁说民间的言语就淡而无味了？诸位，你们多往下跑跑，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，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，气血充沛的很呐。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言语修辞，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，那才算是你们的真功夫啊！听说毛润之这个宣传部长干的是有滋有味的。是啊，搞宣传是润之的老本行。你知道他新闻写作理论是跟谁学的吗？铁肩辣手邵飘萍。名师高徒。带镜头的这2本小册子，你们都看了吗？出版不过100天，发行量过万，想不看都难。今儿收邓演达的信，他在德国都看到了。看了你还坐得住？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2点：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。5年前，他和李达、李汉俊这群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。走着走着，变信仰的人不少见。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，他给阶级调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，因此具有迷惑性，追随者也是众多呀。他的这套阶级调和论，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，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。可此人极善煽动，说阶级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，
负无所得的牺牲。共产党的主张，让他为中国悲伤。他还说，我们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，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。保护力，哈，可笑至极！你去问问，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有政权吗？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？保护我们拿什么保护啊？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？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，哎，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？钟府先生说的极是，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的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。眼下，守常先生已经与奉军第3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。郭松龄，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。夫人，郭副司令在吗？茂臣身体不适，已经休息了。有什么事我转达吧。少帅请郭副司令明天下午开会。守常先生勿惊，这里很安全的。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抗力，早在前清即有相赞革命之心。将军民国6年更是亲赴广州，助力中山先生护法，报国之心全全可见。为何兜兜转转，今日反为张作霖掌起了家柄？先生真是一语中的啊！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。但8年前的护法失败，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，而茂臣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。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，便来投效。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、段祺瑞是一丘之貉，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，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。茂臣。怕什么？天津是少帅的地盘，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。说起这个少帅，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变之心的新青年。少帅不同其父，东北若有他经略，定能远避战端，焕然一新。可是大权集于其父，少帅有志难为呀。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，定是大帅又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。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，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，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，少帅都觉得窝囊。是啊，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，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。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，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效命？作为一名军人，我深感羞耻。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，吴佩孚、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，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，令我泱泱中华四分五裂。外国人从中得利，中国人同时操戈，使我东亚雄势永远沦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！先生一言实在是惊醒梦中人。我读先生文章方知，唯有苏俄，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，而是庶民国度，实乃我辈之榜样。故今日起，茂臣发誓，绝不再为私兵走狗，要做国家的军人，庶民的军人。国家待危至此，
冒陈遂一介武夫，意愿为国族之振兴血溅轩辕。这2本册子的言论，只有理论，没有事实。可作者对现实问题、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，由此得出的结论，必然是乱讲一通。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、迷惑性，普通读者难以分辨。我建议，我们中央宣传部立即发表声明，表明态度和立场。只是2本刊物，这么做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？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，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。他可以声称，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。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，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政党的意思。这2年，因为国共合作，党内已经分裂成左、中、右3派，各派之间互不相容，都想争权。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。王主席，您觉得如何？我再继续想想，你们继续说。与党义相关的出版物，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。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，此时举措，怕是收效甚微。所以要快。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，告知所有党员，该书只是个人意见，并未经中央鉴定。还有，为杜绝此类事件，我提议，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，未先经党部决议，不得发表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润之啊，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呀？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，国民党元老。此令一出，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说他支持你，压力我顶着。王主席，此事关乎大是大非，无关一己之私，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，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。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？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，我有3个请求，需要您继续支持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免权。你是宣传部长，你的人，你说了算。第二，我想改革党的宣传工作。这样，你先把你的想法整理成文，咱们再议。好，只剩最后一个了，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。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，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？把孙猴子召回御马监，大家才能安心。再说了，他也应该回到党部
学学正道，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。有意思啊，这回我懂了，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，胡作非为，打死他们就等于打日本人了，那该打该反。我说你啊，别光看画，这故事更有趣。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，还少不了这些老板、资本家呀。先生，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北京。来广州出差吗？我是回广州，不是来广州。儿歌，现在都这样。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了。最近流行这个，哪儿都能听得到。嘿，到了，先生。哦，季涛兄，尝尝巴西的咖啡，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。你说这个东西啊，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，现在呢，广州的街面上都有咖啡馆了。嗯，这是总理的遗泽呀。嗯。这是现实所需。季涛兄这次回来，具体做什么？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？嗯，我呢，当个常委，管管杂事儿。这个汪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。这街头巷尾的儿歌，人手一张的报纸啊，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？这个人吧，我在上海跟他打过2次照面，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。共产党嘛，就喜欢搞这个。哎，他还要煽动一帮愚昧的农民搞革命。无恒产者无恒心，一帮农民，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，对抗洋枪洋炮？你听说了吧？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，打算跟谢池、叶楚仓在北京开第1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。这个议题嘛，反共、反方精卫。反鲍罗廷，不瞒你说，我参加过讨论，但我认为呢，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。依我之见，对于汪兆铭，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，处理共产党呢，也要先报给中共，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。分裂的活动，果然，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！这叫欲盖弥彰之策。别人不懂，你孙兄不懂啊。毛部长来了。这2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，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？毛部长，我们啊已经努力地追回了，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，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。然后呢？不就这样了？哦，好在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，就不必如此麻烦。至于这一批，我看就算了吧。毛部长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哎，戴季陶何许人？我们要这么干，他要是闹起来，谁担得起呀？是啊，
任何责任我来承担。再给你们1周的时间，去彻查清楚。若再有遗漏，绝不姑息。季陶兄，汪主席，我是来找您评理的。毛部长，不好了！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地去找汪主席了，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的厉害？贺祥，还没问你呢，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？哦，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员，那2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，并未经中央鉴定吗？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。毛部长，我还是担心，万一戴季陶闹起来。喂。好。毛部长，汪主席叫你过去一趟。汪主席，润之啊，这次你的篓子可捅大了。汪主席，戴季陶一事没有请示您。这件事我已经扛下来了，不过你也应该知道，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。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，底下的人怕丢了，放到我这儿了。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，没记错的话，这是5·4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，联合同辈，要杀出一条道路来，把古老腐朽、垂垂欲绝的旧中国，改变成青春年少、独立富强的新国家。少年义气谁都有过，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，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。学会内部分成3派，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。这张表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。那你什么意见呢？我主张解散。这还有个问题，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，你究竟抱有何种主义？这个也好说。我信仰共产主义，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。润之，你左脚共产主义，右脚三民主义，长此以往，就不怕走向分裂吗？王主席，道不同，才不相为谋。我这2脚朝的是一个方向，怎么会分裂呢？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。
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，你是5人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，都由你5人决定。人之啊，责任重大，莫辜负了民意啊！我定当尽职尽责。可是王主席，此人此时，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。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，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1届4中全会，要清除共产党，另立中央。这我听说了，他们拟的草案，以后都是被点了名的，要开除我的党籍，取消你的国民党党籍。不过这是非法会议，决议不成立，你无需挂心。润之啊，脚踩2只船，想站稳了不容易啊。今天咱这会，你怎么朝这儿开啊？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，李守常那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，只能作罢。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，冯玉祥又不答应。嚯！怎么样？这地方够清静吧？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。你呀，也不怕扰了总理的英灵。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，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。诸位，诸位，诸位，哎，季陶来迟了，来迟了啊！这，你看。哎，季陶兄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干嘛啊？开会啊！他还开会？嗯，怎么？我就开不得会啊？各位，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。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？是不是要投靠汪精卫，所以才回到广州去的呀？你这个人呢，立场不定。我们这里不需要墙头草，所以请回吧。我戴季陶百刃可倒，绝不中庸。这个人讲话颠三倒四的啊！大家看看，他有资格吗？笑话！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，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？那我请问，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？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。还算愉快吧，季陶兄，我差点忘了，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。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，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。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。哎，季陶兄，季陶兄，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的，要不你先起来。啊！我不管。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，他老人家看着呢。这个会，我戴季陶参加定了。这起来吧！诸位，跟这种人无需废话，走吧，我们去开会。别理他。啊。总理，您睁睁眼吧，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。总理，1925年11月23日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1届4中全会，
通过反苏、反共、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。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，史称西山会议。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。广州来的，爷您来信了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，不让他们参加二打。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！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，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，不要打压。毛润之入选2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，这很好，但是要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先啊。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，不要限制他们，现阶段也不要激化任何矛盾。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，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？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，就说是中央的意思，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好，回来，跟他说，是他老子说的。